双关。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武林龙中队优德中级格斗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大家好，雨辰老师好。这场比赛是一场男子雏量级的对抗啊，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基里尔·盖克尔遇上了来自中国的伍布卡斯木。伍布卡斯木还是保持了他一贯的这种压制性的拳风啊。是。头顶他下巴，头顶他下巴。对，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年龄上是相差了2岁，身高是基里尔·盖克尔3公分的优势，臂展是伍布卡斯木1公分的优势。两个人一上来感觉身形也比较的像啊。漂亮的这肘给的不错。顶住，对。能不能把这个右腿朝腋下？你看看。龙网边把对手顶在龙网上，虎朝腋下，顶膝。基里尔转出来之后啊，看看他能不能够顶得住伍布卡斯木啊。这是内外各抄一个腋下，两个人抢把的过程还是来的比较激烈啊，相互之间的角力，控制手臂。现在基里尔去抱伍布卡斯木的单腿，往上提啊，伍布卡斯木现在是想做一个下压的动作，是，顶住对手，让对手的手不能够搭扣啊。还是搭上了，所以伍布卡斯木现在极力的去抄自己左手啊，抄对手腋下，往上提，好的，对手放了，一个顶膝，这个过程的消耗还是蛮大的啊，又是拧出来，还是给顶膝，放了，上来就给正蹬，漂亮，基里尔的打法也很硬啊，是，上膝起腿。在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对，基里尔目前的状况是跟着伍布卡斯木在移动啊，站得比较稳啊。对，压后手，回一个后手。对，伍布卡斯木打的确实有点着急啊，就是一阵的抢把过程之后啊，你会发现基里尔虽然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就是他主动放出来的，但是。在龙边的控制上，我会觉得他比伍布卡斯木其实做得好。是，就是，放对手出来的这个事儿还是他自己的主动意愿，不然的话，我觉得他还是能够顶住伍布卡斯木。对，伍布卡斯木在移动端继续找机会，基里尔是一个接腿之后补一拳。对，正反架能够切换，是，更想去打自己的反架，接腿之后马上还一腿。这膝用的确实比较凶啊，就是临走了还压个后手，转身的后摆腿，马上起身，这个动作确实有点危险啊。这击斧接中扫漂亮，伍布卡斯木这会儿的这个节奏找到感觉了，对，就上来打的还是略微有点慌，漂亮的上勾漂亮，上勾和一个后手，基里尔选择抱住这个伍布卡斯木，对，继续把他顶在龙网边啊，对。对他控制的能力其实还不错啊。对，又是下潜想要去抱，来看双手又是在腿侧去搭扣。对，但是基里尔现在就是这个搭扣的动作就略显盲目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他去拉伍布卡斯木的这条腿具体的做法要做些什么，是往地面带。就是你横不能单纯的就是这样搭扣，然后顶住对手控制一条腿啊，没看出来这个目的。又不是说伍布卡斯木现在要往一侧来绕啊，你限制他的移动，对，并没有啊，所以他这个动作显得略微有一点点的盲目啊。而且你看也没有说像刚才这样他抱腰的时候去刻意的破坏伍布卡斯木的重心啊。你看他现在在这个位置去搭扣的过程，就是想要去破坏伍布卡斯木的重心。对，要是撒开了，20多秒的时间，自己去做移动，转身到后摆，漂亮，可以继续。对，下压击斧，好的，还有10秒不到，到背，去拿背了，
该没有看啊，这个裸脚，把位应该可以拿成，但是没有时间去压榨空间了。是的。所以整个第一回合的比赛，因为基里尔我们对他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啊，但是通过他和伍布卡斯木的第一回合比赛，我觉得还是很能反映出他自己所擅长的领域，或者说他的实力啊。那伍布卡斯木呢，我觉得是随着比赛的进程，就是让自己打得慢慢的冷静和放松了之后的后2分钟，我觉得他打得还是不错啊。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掌控，也开始慢慢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节奏状态当中。好，第2回合的比赛，男子雏量级的比赛，是红方选手是伍布卡斯木，蓝方选手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基里尔盖克尔。是。对，持续的上压，对，就慢慢的去压制住对手啊。伍布卡斯木还是要打的耐心一点，去找机会。漂亮，这个前摆就给的不错啊！连串的进攻之后，临走挂一个前摆。所以对于伍布卡斯木来讲，我觉得他冷静的这个劲儿需要去保持。对，因为其实。基里尔站立的能力也并不弱啊，哎，应该是手套划到眼睛了。好，时间暂停。对。要去到中立角，基里尔应该是刚才划到了眼睛，左侧的眼睛。哦。好，那么继续回到比赛，就感觉张鑫老师帮伍布卡斯木取出来这个东西之后，眼神一下清澈了。好，继续回到比赛，来看接下来2个人要怎么去打。其实我刚刚一直想说，基里尔在站立端的能力其实也并不弱啊。接腿。对，而且，在中距离还是跟伍布卡斯木有的一拼，是，但是伍布卡斯木只是在拳的落点上比他要更好一些。力量感跟伍布卡斯木也挺匹配的。对。又是移动端击斧。对，伍布卡斯木现在是持续拿自己的步伐去压对手啊，然后再找机会打自己的单击。这连击打的都不多啊。碰前手，哎，防摔做的不错，做的不错啊，防摔做的也好啊，就是2个人甩开继续打站立，对，都快啊，是，真是以快打快的这个状态，就是其实，在雏量级的这个级别，以快打快能配上伍布卡斯木配速的不多啊，对，但是今天基里尔我觉得还是能够配得上伍布卡斯木的这个配速的，这速度感2个人都不错。给一肘出来，伍布卡斯木主动的前顶，漂亮。这抱腰的前顶来到侧身位的压制。哎，顶膝顶肋部，顶在了背上。然后到了地面，我们看伍布卡斯木在这会儿要怎么去布置自己的把位啊？对，目前来看，这个压制力还是够的。对。哎，再来绕着护齿掉了。对，这个安全带系上来之后啊，再一条腿要切过去，斜向去搭住。起身了。对，基里尔在龙边抢把的这个能力确实是不错啊，就是他抢把和顶对手的能力不错，但是，我就说。他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很好的，就是引到他的进攻端。对，就是仅仅是在这个位置不错，但是并没有能够持续向前的跟他的进攻端能够有挂钩、有关联。是锤击。不要着急挂，不要着急挂，对，先控制好他。对，就这个龙边抢把，基里尔做的确实是不错。对。腿摔就往后摔，往后摔。然后防守端做的也还好啊。伍布卡斯木现在虽然是拿背，你看2个人现在的手就缠得很纠结。给顶膝，是的，又一个。踩脚跟也行，踩脚跟。就在这个位置，伍布卡斯木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他其实也尝试把对手给带到地面，但是不行。就是包括，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真不容易，又起来了。在上一回合，
基里尔在这个位置，双手在乌布卡斯木的腰后搭扣的时候，也是尝试了好几次，把乌布卡斯木带到地面，然后也没做成。对。给顶膝。后肘。这个话音未落呀，对。卡斯木的边角，这边基里尔一肘上去了。是的。又是控制对手的手臂，在这个位置不大好做，不太好摔。哎，有抓龙网的情况出现。消耗太大了。没错。就两个人其实都很累啊，对，这种状态消耗都很大，在龙边的抢把，但是谁也没有抢到一个非常有优势的把位。就是我相信，就是如果两个人现在换一下，如果是乌布卡斯木被对手拿背，估计也是这样的情况。是。抱头摇出来，又是移动端，压后手。又是去压自己的后手，两个人应该会松掉了。过完这一回合，没时间了。是的，对，所以我觉得对于两个人来讲啊，就是可能单纯的在，尤其是接下来的比赛第3回合当中有这种压倒性的胜利，这种状况可能不会出现的几率太大啊。对。所以这两个人打的确实还是实力相当啊，因为基里尔这边也是，就我刚才也在说，能够在速率上配上乌布卡斯木的，就除量级的人确实不多啊。我觉得乌布卡斯木今天也是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对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他们的第3回合吧。好，双方的最后一个回合，我们来看一看两个人要怎么去打。而且今天这两个人的进攻逻辑也挺像的，就是尤其是在龙边互抢的时候，在地面待的时间都没有在龙边待的多啊。那个1-2连击压后手，刚好一个正架一个反架啊，哎，这回合要拼起来了，还是挺危险的。乌布卡斯木又还了一个，是。漂亮一个击扣。基里尔在拳的落点上也不错，又是下潜去做抱摔，乌布卡斯木防住，上来速率更快了。对，站立端两个人打的确实是快啊，就是不动则已啊，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啊，这个状态。好，又是去压制住基里尔。我觉得在地面的压制能力上，乌布卡斯木在第2回合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印象还是蛮深的啊，就是这个侧身位的压制。给锤击，对，慢慢的起身给锤击，继续的做砸击。马上要起身，又是去拿背，往里面挂腿钩，基里尔马上。身体前缩，成团，一个腿钩搭进去了，然后看看能不能把对手给拉倒啊。这个动作不大好做。是。基里尔现在还是执着于去拆乌布卡斯木的把，抽不出来手啊。手被拽着。对。好，出来了。这个位置出来了，又是。去拿背，在这个位置又是回到了第2回合的后半程啊，在龙网边持续去在对手的背后前圈手搭扣，那对手基里尔这边也是在要去拆对手的把，就始终有一个手在里面做格挡，对，身体的重量往上放，这个脚力的消耗还是蛮大的。对，两个人体能确实是好啊。就是第3回合马上过半了，就是依然是在龙网边去做脚力，你转身出来，你找腿，马上拳头过来，哎，我们看，没有，对，基里尔的位置并不是特别的好啊，过龙网。踩龙网过，
到南北位的这个时候，乌布卡斯莫还是去做一个持续的压制。基里尔又是想要去转把，并没有转成。在这个位置想要往外出啊，不大好逃。乌布卡斯莫圈住了，看这个断头能不能成？哎呀，估计没戏。这个身体的转向不对啊，又是到了基里尔的闺房，又是去拿背。哎呀，两个人。哎，这回合比赛打得比上一回合还要纠结啊！不过实话实说啊，23岁的基里尔在雏量级确实一个非常好的对手。好，转身看看两个腿沟搭进来，把对手给能不能抻平？有抻的动作啊，不可以抓龙网。看看手能不能穿下去啊！哎呦。基里尔这身体的柔韧性，对，这个柔韧性真的是好。对，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裸脚给放进去啊？哎，应该是锁下巴上了。对，还在去拆把，基里尔相当的顽强哇！这场比赛确实是蛮精彩的，身体的柔韧性也好。对。乌布卡斯莫想发力不大好发啊，继续往下去穿，还是不大好找这个位置啊。哇，基里尔在这个位置还能向后顶乌布卡斯莫也对，哎呦，也确实是厉害，估计应该是有自由交的功底。有锤击，到了上位，啊，最后20秒不到。对，连续的给锤击，在这个位置，基里尔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啊！在这个把位会持续的压对手，最后10秒钟。连续的给锤击，好的，双方3个回合比赛结束啊！这场比赛打的真的是焦灼呀，而且，在我印象当中，乌布卡斯莫在雏量级好像还没有碰到过这么难缠的对手，就是单纯的就是难缠啊，就是而且跟他的进攻逻辑和进攻模式都很像，而且能够配速也能够配得上他的这种，就跟自己很像的这一位运动员，就非常好的一位对手啊，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基里尔·盖特尔。我觉得这场比赛之后应该会让很多拳迷们记住他的名字，而且。作为我个人，我确实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中国的综合格斗的赛场上，这的确是一位在雏量级非常好的对手。那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这场比赛，我们首先感谢红蓝双方选手给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较量啊！哈萨克斯坦的盖克尔和我们中国的乌布卡斯莫打满3局。那应该说3局当中，乌布卡斯莫都还是将比赛的节奏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下面宣布比赛结果，3位裁判员一致判定30比27，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乌布卡斯莫。